嗨，我是切，我是 J， 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岛屿怪谈了。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特别的，这是一个鬼片的宇宙。鬼片？对，但是它跟过去的鬼片的电影不一样，它是丽阴宅宇宙。过去的鬼片很多都是有血腥的画面，对，很多人领便当，对。但是这一系列的鬼片故事，很多都是建筑在真实事件发生的基础上，所以它就比较像是我们身旁可能会发生的灵异事件。哦，就是我们真实会遇到的。首先，先让我来介绍这一个宇宙当中的灵魂人物——华伦夫妇。他们呢是美国知名的超自然学家和灵媒。华伦先生会运用科学的方式解释灵异现象，而华伦太太呢，她天生就有阴阳眼。两个人在美国的时候处理了很多的灵异事件，丽阴宅系列就是这对夫妇参加过的。今天就要来聊丽阴宅1，这个故事就发生在1971年，在美国的罗德岛州，有一对罗杰夫妇和他们的5个女儿搬进了一栋湖边的房子。搬进去之后，这个房子就开始发生一连串诡异的超自然现象。家中养的狗在他们搬进去的第2天就神秘的死亡，所有的钟都会停在凌晨的3:07，一楼的木纹会自己开开关关，女儿身上也出现了莫名的淤青，其中一个女儿在睡着的时候会走到一个老橱柜，用头不停的撞击，等等这些灵异的现象。于是他们就请华伦夫妇来帮忙。华伦太太走进这个屋内的时候，就透过了阴阳眼看到在屋内徘徊的许多鬼魂。华伦先生就决定为他们家进行驱魔仪式，并且向天主教会报告，请求神父来执行驱魔仪式。华伦夫妇他们在收集完这些资料后，得知第一任的屋主是在1863年的时候盖了这一栋房。他的太太出生于巫术之家，也是一位女巫。某一天，他将刚出生的孩子火祭，并且在凌晨3:07的时候，在屋子旁的树上上吊，并且诅咒这间房子后来搬进来的人。所以之后，不管是买下这间房子，或者是周边土地的屋主，几乎全部都以不幸告终。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发生在小孩失踪、灭门，或者是自尽往生。华伦夫妇也发现罗杰一家也遭受同样的诅咒，之后也发生了很多的灵异现象。罗杰夫妇一家就决定远离这栋房附近的，而这对夫妇正努力的和天主教的驱魔神父沟通案件的进度。就在那个晚上，他们的女儿在自家中遭受了恶灵娃娃安娜贝尔的攻击，他们就赶快的跑回家，及时把女儿救出。接着，华伦夫妇和他们的助理回到闹鬼的房子，制止了疯狂的罗杰太太。因为驱魔神父迟迟没有到来，所以华伦先生决定自己念圣经来执行驱魔的仪式。最终事件平安的落幕。这时驱魔神父才对他们汇报说，驱魔仪式正式被批。老师，我想问，它里面有提到华伦太太有阴阳眼，而且她的身体因为做了这些事情，身体不好。我想问，有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会有阴阳眼呢？大部分都是讲天生可以看得到阿飘的，他在这一块，就是像那个眉毛的中间这边好像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到阿飘的存在。他为什么这边会看得到？他其实不是真的是一个眼睛，而是他在前面这个位置，我们就是医学称这个叫做前额叶这一块的有点像他的部网比较薄弱，所以他这边会接收到所谓的阿飘的个频率，就是我们说的灵异的波动。那就好像我们一般说海边不是会有那个消波块，消波块是为了挡海水冲击到岸上，所以他们有一个消波块去缓冲。那我们原本这边的构造都应该有一个保护的装置，就叫消波块把频率给阻挡在外。但是有阴阳眼的人，他天生这边的消波块比较少，比较薄弱，所以他比较难以外来的这个的波动，所以他就会被动的接收，也是形成他会看到的
原因。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这边是保护起来，不会随便看到。天生有阴阳眼的人，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就好像那个海边的消波块比较少或者比较薄弱，所以他容易受到这些所谓的灵异的波动的干扰或影响。鬼魂阿飘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人有阳气，但是阿飘它少了这个阳。那如果你正常的人常常跟阿飘的这个波动比较连接上的话，他的身体的频率本身就会比较低落，所以会感受到身体比较差，比如说会比较倦啊，或者比较劳累等等。所以其实理论上，他做通灵的这个工作，那他就一定是大量而且多量的接触到这些鬼魂。他可能不去做这个工作，都待在家里就还好。可是因为他都去到鬼屋啊，去到这种有灵异事件的空间，他常常受到这个波频的影响，加上他的这一个保护力比较薄弱，所以他身体自然会阳气会比较。老师，那另外一个问题，那我的屋子里面，这屋主说会有腐臭味道，而且这个味道还会移动，对，有这样的事情吗？有，什么时候最常闻到你知道吗？就是7月的时候。那个不是我们台湾人7月会办那个法会，会祭拜好兄弟嘛？那如果你在法会现场比较敏感的人，就会闻到所谓的腐臭味掉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他是在法会，就是我们说7月祭拜那个叫做什么？祭拜普渡，对不对？中元普渡的时候，他如果阿飘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普渡时插的那个香。平常那个香应该都是有植物的焚烧的香气，可是那时候阿飘多的时候，那个香的味道好像有那种发霉、潮湿的味道。那再来就是，如果阿飘是常常在某些屋子走动，然后他们常穿过比如说这一片墙壁，他常穿过，那这一边就会散发出来，好像是屋子的霉味跟。腐败的那种老房子的味道。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请说。罗金家呢都有提到说，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冷，所以他们家都睡在起居室当中。对。所以闹鬼的房子都感觉很冷。尤其是阿飘特别多的房子，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阿飘它是属于比较。没有阳气，那我们有阳气的人是不是身体还有一些所谓的体温？那阿飘他们是完全没有嘛？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因为没有阳气，他们都属于阴气。那阴气本来就会让我们感觉这个温度比较低一些。那数量多的话，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们说整间屋子都很冷，就代表这间屋子的阿飘真的比较多。然后比较多的话，会造成温度特别低，也就是说，他们这一家人的阳气没有办法带上来，反而是受到这间屋子里阿飘的阴气给干扰。那你知道什么地方的那个阴气最明显吗？我不知道，就是电影院啊。尤其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经验，看恐怖电影，也就是鬼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冷。那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的这些阿飘好兄弟会来一起看电影，所以就会越看越冷。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那不就还好，我都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不然我一定会吓死。那在家里不是更？至少家里感觉只有我或者是朋友一起，才不会太多的朋友在旁边。对。好，导致我还有别的问题。他说啊，里面的鬼都一直待在这一栋同样的房子，对，他们是所谓的地缚灵吗？那和我们台湾很多人会祭拜地基主的概念是一样的。对，我们讲到地缚灵，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他们会提到屋子里面有叫座敷童子，对吗？那这一个指的就是地缚灵。地缚灵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屋宅这一块土地上，比我们早还要居住的，叫做先住民。
他们的这一个灵魂呢，待在这一块土地上，后面才有其他人陆陆续续的搬进来住，或者是在这个土地上生活。所以地缚灵其实指的就是某一些不会离开这间屋子，或者不会离开这一块土地的灵魂体。那地缚灵没有专指好的地缚灵还是坏的地缚灵，只是他们已经比我们现在的人类还要更早居住在这里，我们都是统称地缚灵。那至于你刚刚讲的那一个拜的地基主，都会在比较特别是搬家的时候会去祭拜地基主，那是希望在这个屋宅里，我是后面才搬进来的，所以对现在的人祭拜地基主来说，跟祭拜地缚灵是比较类似的观念。那我们一起和平愉快的住在这边，可是外国人没有这个习惯跟观念，所以我在猜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比较容易发生这个所谓的整栋屋子叫做扰灵的现象。原来是这样子。那今天谢谢 J 为我们解答这么多的疑惑。从这个真实的事件来看呢，其实有灵异事件的发生，虽然很可怕，但是透过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还有搜寻资料，那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这样的意思。那我也很感谢有这部片开始让我们对更多真实发生的灵异事件有了更明确的了解。对，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喽，拜拜，拜拜。